大家好，我是卡爾先生，帶您掌握週期，財富自由哈。首先來歡迎一下我們這個新同學哈 ，ST7199，然後 K 券啊，911晚安好。好，那麼美股的股價創高，並不一定代表風險是變小的，有時候剛好相反，代表市場對於好消息的要求就變得更高了。那麼這次呢，真正會跟大家的這個理解不一樣、反常識的地方是。美股不是因為沒有基本面才危險，而是很可能是因為基本面太強，市場已經把期待墊得太高了啊。那麼，美國納斯達克上半年的漲幅呢，幾乎來自於10檔股票而已，而且漲勢非常的集中。所以呢，今天晚上這場直播呢，不猜高點在哪裡啊，也不是說要看空或看多啊。那麼，卡爾先生會嘗試拆解接下來7月份 AI。財報、聯準會3個變數，哪一個呢？最容易會影響整個美股的這個價格的變化哈？美股的定價。好，今天提到的內容呢，都是這個卡爾先生個人的觀察、觀點跟經驗分享，不構成任何個別的投資建議或買賣推薦啊。那麼，請大家投資的時候務必要獨立思考啊。那麼，自己為自己的投資負責任啊，做出決定。好，首先我們來聊一聊哈，有關於重新定價這個意思，指的是說。市場用新的假設幫那個股價呢做一次價格的評估啊。那麼股價大家都知道嘛，股價是什麼？股價就是所謂的這個 EPS 嘛。那麼 EPS 呢？那接下來呢，今年的下半年，尤其是這個月開始有3大考驗，剛好在不同的位置啊。AI 相關的就是在講 EPS 啊。那麼再來呢，這個本益比的話呢，就是財報，那 AI 之前都是靠信仰撐出來的那麼信仰一動搖呢，那個倍數就會收縮。那麼財報呢，就是在談 EPS 那麼如果這個 EPS 沒有像預期的那麼好甚至那這個分子一縮水，原本看起來合理的價格馬上就變貴了。那麼最後呢，這個美聯儲呢會改變利率，所以呢它會影響評估股價的這個折現率。那麼利率呢是全市場的這個分母它一動呢，所有的東西價格都會跟着一起影響那但是卡爾先生說清楚一點接下來即便重新定價，並不等於一定會崩盤而是它會有一個過程，但是這個過程往往又急又快。如果今天你是槓桿開太大的投資人可能你就不會有足夠的反應時間，這要注意了好，那我們來聊一聊，接下來有3個要注意的觀察的點標普500呢，上一季呢單季大漲了 14%， 納斯達克漲了快 20%， 兩個都創下2020年這個2月第2季以來最好的表現。大家要知道這個上漲的幅度是在美國跟伊朗在打仗，荷姆茲海峽封鎖的背景下跑出一個 V 型反轉。那麼這裡面有一個關鍵的數字，請大家幫我記一下，就是納斯達克上半年的漲幅全部基本上都來自於10隻股票而已，這個漲勢非常非常的這個集中。那這個重點是接下來卡爾先生要談的，都是在這個重點身上來衍生出來的。那麼但是我也必須講一個老實話，這一波美國股市的上漲是有基本面支撐的，跟2021年那個時候是靠資金堆出來，那個時候新冠肺炎疫情嘛，一直撒錢，所以股票才漲上來的行情是不一樣的。那第一季呢，標普500公司整體的獲利呢年增是 28%， 這是從2021年以來最快的時候。那麼營收的年增長率有 11%， 是2022年來最快。那有超過80%以上的公司的獲利是高於預期。那麼超出預期的幅度呢，平均是 18%。那這個呢都是多年來的新高。那更關鍵的是，目前預估的本益比大概只有 20.4， 反而比年初的時候的22倍的本益比還要低。那等於是股價還在漲，可是本益比就在縮小，代表呢獲利跑得比股價還快。那麼這個就是由獲利引導上漲的這個多頭的走勢。體質是比較健康但是看到問題點是集中在幾隻個股身上。但是接下來我要講的是，天下並沒有白吃的午餐。獲利引導股價上漲代表市場上對於上漲這個事情的門檻就被墊高了。
接下來的每一個季度，企業都要證明給市場看，它的獲利還會預期的增長更多。那一旦沒有辦法證明這件事情的時候呢，市場就會開始重新定價。好，那麼下半年的第一個考驗呢，就是什麼？來，接下來就是 AI 燒錢燒得非常兇 ，Amazon 啦、微軟啦、Alphabet 啦、Meta 啦、甲骨文，光這5家公司，2026年的資本支出加起來超過7000億美元。這是什麼概念？你知道嗎？2024年的時候才2000億而已。好，等於2年裡面呢漲了3.5倍。好，那麼摩根大通有統計，全球 AI 相關的資本支出到2030年會累積來到5.5兆美元。所以現在最關鍵的問題是，錢這樣一直燒下去，到底收不收得回來？好，那麼紅杉資本有算過一筆賬，好，就是 AI 基礎建設的年支出呢，跟整個 AI 生態系實際賺來的錢，啊，就是你花出去的錢跟賺進來的錢，大約都有6000億美元的這個缺口，彼此之間差6000億美元，等於說你今天投100塊出去，你事實上只能賺40塊回來。那麼安聯有另外一個研究，就是目前 AI 資本支出跟營收成長的背離大概有 46%， 哦，它是背離的。那已經超過2001年的dot-com泡沫破裂时候 32%。那上次泡沫破裂的時候呢，科技股是跌了2-3年的時間。好，那麼這是第一個，第一個關鍵的。第二個也是錢的問題，就是過去呢，這些科技巨頭在蓋雲端的機房、蓋 AI 的機房，用的是自己賺的錢。那麼現在已經開始到處在借錢了。那法人估計科技業未來，這些科技巨頭未來的一段時間要發1.5兆美元的債券或者是股票去籌資。那麼給大家看一個，我看到這個，我在做這個影片的時候看到這個數據蠻嚇了一跳。你知道 Amazon 嗎？亞馬遜它的自由現金流過去1年減少了 95%， 只剩下12億美元。一個那麼大的電商公司，電商公司是什麼？電商公司都拿現金的，它都是一賣出去貨物都還沒送到客戶手上，他就拿到錢了。那這種電商公司的現金流是最龐大的，結果手上的現金只剩下12億美元。那麼第三個問題點是有關於折舊，因為 GPU 換代的速度太快了，1到2年就要換新的一代。那你今天砸7000億下去，明年開始就一年的折舊，攤提各種折舊費用，直接就會影響到這個企業的 EPS。所以營收的缺口、債務的融資、折舊，這個呢，這3個點就會讓 AI 類股會重新定價的3個引爆點。那麼不要以為卡爾先生只是隨便講講，這個引爆點開始已經在發生了。有一個警訊。第一個警訊是什麼？就 Meta 2個多月前呢 ，Meta 把2026年的資本支出從這個1250億美元調到1450億美元，它只是今年的資本支出往上增加200億，結果當天股價大跌 9.25%。那這一點非常的重要哦。為什麼？因為過去這2-3年的時間，只要哪一個科技公司說它要加碼 AI，股票是一直漲的。但是現在等於是 Meta 是開第一槍，只要市場上聽說你要花更多的錢去投資 AI 的話，那麼市場就對你投反對票。這個整個市場的風向是在轉變的。那麼更有意思的是，我們來看7月1號 Meta 宣布成立這個 Meta Compute， 要把多餘的算力，它的算力太多，要麼拿出來賣。結果光這個新聞，當天股價大漲 9%。結果兩天之後呢，華爾街的一個分析師又警告說 ，Meta 明年的資本支出可能要在1450億美元衝到2000億。一聽到這個消息 ，Meta 的股價又跌 5%。所以這樣大家看得懂了嗎？就是同一家公司，同一個禮拜，你只要說你要把算力變成收入，市場就買你的股票，就讓你股票漲。你只要說你要投入更多的錢去燒 AI， 市場就用股價的下跌來懲罰你。所以現在整個市場的風向已經很清楚了。市場已經非常的擔心，就是投資人已經擔心燒掉的錢是收不回來，就直接在股價的上漲下跌來做反應了。第二個訊號是什麼？
7月1號呢，費城半導體指數在第二季漲了快1倍之後，當天呢大跌了6.7%，快7%。不管是美光啦、SanDisk 啦、應用材料啦、科林研發啦，全部都跌了10%。等於獲利了結的賣壓一次就湧出來。那麼第三個訊號呢，是花旗銀行有統計，現在散戶投資人對於這個美股的科技七巨頭的交易的熱衷的程度，已經降到4年以來最冷的時候，最不熱衷的時候了。等於願意追價的人變少了。那當這個動能退潮的時候呢，集中度高的這個市場最脆弱。等於說整個投資市場，美股的投資市場容錯的空間已經越來越小。好，那麼剛剛提到的是可能的風險，但是我覺得這邊也要平衡報道一下。AI 其實我目前看它並不是一個龐氏騙局。為什麼？因為像微軟手上有800億美元的雲端的訂單，它現在接不下來。不是它的這個雲端這個 AI 的需求沒有，是它沒有足夠的電力，交不了貨。Google 的 Cloud 呢，聽說這個積壓的訂單也有4000多億美元。那麼它雲端的營收呢，年增63%。那麼微軟 AI 業務的年化營收呢是370億美元，也是以年增123%在增長。所以摩根大通也有一個報告說 ，AI 的資本支出呢，不但可以持續，而且會越來越賺錢。他們預估呢，這些五家科技巨頭美國5家科技巨頭，2027年的營運現金流會超過9000億美元。所以現在最關鍵的問題，不是說 AI 的需求是假的，是有的。我重講一次，AI 不是泡沫，因為真的有需求在。但是現在真正的問題點是，它賺錢、回收錢回來的速度，能不能撐起現在的估值，還有它花錢的速度。那還有再來就是市場願意等多久？你今天錢花的比較多，收回來的錢比較少，市場願意再等你多久？沒有人知道。所以再來呢，很關鍵的就是對未來的財報預測非常重要，這個就是最主要第二個考驗。不是說這個財報公布好就算了，重點大家去看你公司對於你未來1年乃至於2年重點是對未來2季、1年你的預測是什麼，這才是重點。所以第二個考驗呢，就是美股第2季的財報季7月中左右就要開始。那麼市場對這一季的預期是整體來說年增要獲利要增加 22%， 就是之前如果是賺100塊，現在賺122塊，那已經連續第2季要 20% 以上。而且有個罕見的現象是，通常1季下來呢，分析師會邊走邊下修預估。過去5年分析師都是每一季是不斷下修預估，但是這一次卻是增加的。這一季呢，分析師是把整個美股的這個獲利預期上修了 3.4%。同時呢，超過5成以上，快6成的公司給出更正面的財測。那麼講簡單一點，這不只是分析師很樂觀，公司呢把自己的期待，投資人對他期待也拉到最滿了。所以剛講門檻墊高的意思就是說，財報如果只有符合預期是遠遠不夠的。你接下來如果看見財報很好，然後已經符合預期，反而股價可能會跌。市場現在是要求你的財報要超預期，而且你的這個未來的財務預測要非常的樂觀，要比想象中的還好。等於是這個市場呢的胃口越來越大，考試的題目就越來越難。那麼另外呢，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通膨。那麼這個上個季度呢，在220場法說會裡面提到，成本的大家都在提到，因為通膨成本的壓力可能會影響到毛利率。那麼這個也是接下來美股財報大家會 review 的重點。好，講到這邊跟大家插播一件事情。那除了美股創高有風險之外，其實呢也要去，如果你有投資台股的話，也要去觀察台股3個重要的風險訊號，來做出你對台股加碼減碼投資的一些判斷。卡爾先生會在明天晚上9點的會員直播會來分享這個台股創高後最該看懂的3個風險訊號。會跟大家分享這個具體的一個看法。歡迎大家加入這個卡爾同學會的會員頻道。好，那麼我們再往下拆一層。
剛剛有說，接下來美股的這個財報季呢，有22% 的成長，獲利22% 的成長，那到底是誰貢獻的？哦，來，我們來看哦，很有可能呢，不是很有可能，這個是我們抓到的，這個我跟小編抓到的數據哈，因為油價大漲的關係，能源類股佔了快62%，好，那麼資訊科技呢佔了大概8.7% 左右，好，那其他9到10個類股加起來沒有什麼貢獻，好，那高盛也估計 AI 族群貢獻了今年標普500 EPS 成長大約一半，好，所以反過來看這個事情，如果把 AI 跟能源這兩個主要獲利增長的引擎拿掉，其他美國的企業、美國行業的獲利年增率只剩下8% 而已。所以接下來財報的真正考試不是 EPS 有沒有符合預期，因為今年的第一季度已經84%的公司都已經符合預期，甚至超過了，所以市場胃口就越來越大了，市場已經麻痹了，市場對於你的財報符合預期已經麻痹了，所以接下來真正的考題是未來的財務預測，除了財報要符合預期要更好之外，未來的財務預測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 AI 巨頭們對於資本支出的指引，你到底要花更多錢還是花更少錢？你要一旦說你要投資更多在 AI 身上，搞不好股價就立刻再跌給你看。好，那比如說像 Meta 就是個例子。好，可是呢，這些科技巨頭呢，如果說要開始縮水那這個 AI 的支出要縮小的話，那市場會不會又開始擔心？那 AI 的故事會不會暫停啊？暫停啊，不要說結束了，就開始暫停了，那麼也會影響股價。所以現在面臨一個兩難的局面。好，所以呢，這個就是未來一段時間美股財報季最大的這個重新定價的這個風險。好，那麼再來呢，第三個考驗呢，來自於美國聯準會。美國聯準會最大的事情就是今年換了一個新的主席。1月30號，川普提名的 Kevin Warsh 接任聯準會的主席。那麼市場的解讀是 Kevin Warsh 是非常的這個鴿派的降息派的人上台。但是6月17號 Kevin Warsh 第一場利率決策會議，他這個宣布利率不動 3.5 到 3.75%， 那政策聲明只被砍到本來400-500字的這個政策聲明只砍到130個字。那所以現在最大的諷刺是，川普提名的這個 Kevin Warsh 是為了降息，但是 Kevin Warsh 的第一場這個利率決策會議呢，卻是這幾年以來最鷹派的一場利率決策會議。那麼到底鷹在哪裡？我們來看，在點陣圖，3月份的點陣圖呢，就是上一次的預測，2026年底利率的中位數是 3.4， 代表官員們認為原本3月份認為今年還會降息一次，結果6月就是上個月最新公布的點陣圖，這個利率的中位數變成 3.8， 比現在利率還高，也就是說所有的委員認為今年之內還要再升息一次。那麼再來呢，這個18個提交預測的官員裡面有9個認為會升息，6個認為要升息2碼，那8個按兵不動，只有1個認為會降息，等於說全部的官員都認為通膨風險是往上的，所以市場在半年內等於從本來要等着降息變成怕會升息。那麼聯準會其實不是故意要跟川普跟白宮作對，是實際的數據就不允許嘛。我們來看因為美國呢5月的 CPI 年增率已經高達 4.2% 了，這不是只有 4.2% 而已，就是它的 CPI 通膨指標一直往上。那麼 PCE 的年增率 4.1%， 那核心的這個 PCE 的年增率到 3.4%， 而且還在往上爬，它已經是2023年10月以來最高的，是聯準會 2% 的通膨目標的2倍以上。那麼為什麼美國的通膨會這樣子？最主要2個原因，因為美國跟伊朗、以色列的戰爭，讓油價上漲。那再來是川普的關稅也造成美國國內的通膨。那麼再來還要再注意另外一點是聯準會官員的預測，6月底有一個聯準會官員對於美國的這個經濟預測，他把2026年的通膨呢從 2.7% 上修到 3.6%， 增加快一半以上。但是把 GDP 成長呢從 2.4% 下降到 2.2%， 你等於通膨往上，然後 GDP
這個經濟成長往下，那麼這個組合呢，有點類似在告訴你，搞不好會跑出停滯性通膨。好，那麼如果講到這邊呢，大家就覺得說，那聯準會可能快要升息了。我告訴你，就這3天，這2、3天而已。這3、4天而已，劇本又改變了。為什麼？剛剛7月2號公布6月份的這個美國的非農就業人口只剩下了 5.7 萬人，大約只有市場預期的一半都不到。好，那麼這個就代表美國的經濟如果繼續這個非農數据繼續往下掉，代表美國的經濟可能會衰退。這個非農數據就是統計100個美國人裡面，現在100個美國人裡面有90個人以上不是從事農業的。好，所以這個非農就業人口就是代表美國非農業的就業機會是增加還是減少？那如果不斷的減少的話，代表怎麼樣？代表就業變差嘛？就業變差，美國民众賺到的錢就變少，賺到的錢就變少，消費就變少，消費就变少，經濟就變差嘛。所以現在這個數據已經掉到 5.7 萬人了。好，那同一時間呢，美國跟伊朗因為停火了，荷姆茲海峽可能預期會重新開啟，油價在2周之內就掉了 20%， 每桶跌到每桶大概68到70塊左右。好，那等於通膨最大的這個推手在退燒。好，所以嘉信理財就有講到說，這個讓聯準會可以更有耐心，先觀望數據，不必急着升息。好，所以你看市場現在的變化真的很快，才2周的時間而已。原本市場認為聯準會升息，現在又變成可以觀望了。好，會不會接下來這個就業數據又越來越糟糕？大家又開始怎麼樣？開始變成擔心美國經濟會衰退啊？從這個升息又變成可能要考慮降息了。好，所以就是這種預期不斷的大幅度的變化，就會讓股價有可能會重新定價。那麼下個檢驗點呢，就是7月28、29聯準會的利率決策會議。好，那麼剛講的3個最重要的風險嘛，那我們來比較一下這3個風險呢，到底它發生的幾率還有它的傷害性多高？來說發生幾率，我認為聯準會的幾率是最高的，因為點陣圖已經跑到升息了。那麼通膨4% 以上呢，然後這個就業又急動的話，那升息、降息在那邊擺盪，就會造成這股價的一些波動。那麼如果說殺傷力最大的呢，就是什麼？就是 AI 相關的。因為10個成分股裡面，這個10個 AI 的最主要最紅的 AI 成分股佔了整個標普指數的快40%。那麼等於是納斯達克過去的上漲都集中在10隻手上，而且又花了7000億在開始舉債。萬一這些 AI 類股對它的信仰開始動搖的話，整個指數就會跟着一起跌。好，那麼再來就是看時間點，7月中旬呢，立刻就是開始有這個財報，然後財報大家預測整個企業獲利要增長 22%， 一旦沒有到 22%， 還有再來企業的這個營收的預期沒有比想象中的好的話，那就可能會引爆剛剛說的這個 AI 類股的修正啊，還有聯準會的問題都會一起來。那剛剛講的這3件事情，聯準會、AI、財報，大家知道嗎？這些東西通通都會發生在7月的最後一周，就是7月28、29號那一周，利率決策會議那一周。那麼那一周剛好撞上幾個比較大型的科技巨頭的財報周，加上7月底的那一周，剛好是美國的通膨數據公布那一周。所以大家特別記住7月28、29這一周，整個股市的震盪可能會很大，可能會很大。那麼剛剛這幾個東西，哪一個最容易讓市場重新定價？如果只能選一個我就會選聯準會。為什麼？因為聯準會對市場對於這個股價造成的重新定價已經開始，因為市場本來從等待降息變成定價要升息。結果2周內又擺回來，又搞不好又在談說它可能會怎麼樣？可能會降息，或可能是利率不動。那麼這個呢，利率就會影響到市場這個折現率，它是全市場的分母，只要它一變化，最先被重新估算的就是估值最高的這個 AI 類股。那麼，但是呢，其實更真實的答案是什麼？
這三題呢，其實都是同一題。為什麼？因為 AI 是市場最大的這個部位。那麼財報呢，就像在手槍的扳機扣下去，那聯準會就是子彈。如果財測很保守的話， AI 的故事就會開始動搖，那股價就可能會跌。那麼通膨如果還很黏着，沒有往下降的話，聯準會也可能會轉鷹。那如果這三個東西一起發生的話呢，就會是最壞的一個劇本，就是最壞的一個劇本。但是反過來說，也有可能有好的劇本，就是什麼？就是油價又回落了，通膨就沒有上來。那麼財報呢？市場預期這個獲利月增長 22%， 也有可能守得住。那聯準會搞不好按兵不動，那美股的行情就有可能會繼續。那麼但是在這邊要提醒大家，華爾街19家機構對年底的 S&P 500的中位數是7850點，距離現在只有剩下 5-6% 而已，等於說往上漲的空間其實只有 5-6%， 有但是不大，但是下跌的空間可能是比較大，所以用賠率來說的話，現在賺的空間比較小，輸的空間變得比較大，等於賠率變差了。好，那麼講到這邊呢，可能就有人會問我說，卡爾先生，你今天都在講美股，那可是我都在投資台股啊，那跟我有什麼關係？跟大家講，關係可大了。為什麼？第一個，一旦呢所有的 AI 類股重新被定價的話，那麼台股的供應鏈會直接聯動。因為你看光一個台積電現在就佔台股的 44% 的權重。那麼 AI 供應鏈呢，也是台股這一波能夠讓台股衝到快要到5萬的最主要引擎。如果美股的 AI 類股開始修正的話，台股不會只是跟跌而已，台股會變成是地震的震央。那麼費城半導體指數呢，7月1號呢當天就跌了 6.7%。那你7月1號跌 6.7% 的時候，你看隔天台灣電子股的壓力就非常大了，大家就看到跑出什麼樣的走勢了嘛。那麼在第二個，萬一聯準會真的給你轉鷹了，那麼新台幣呢就會跟資金面就會遭受到雙重的壓力。為什麼？因為聯準會轉鷹，美元上漲嘛，那麼台幣呢就會貶值嘛。那這個資金就有可能外流嘛。還有包括像美國的債券的殖利率也會走高，那麼就會造成外資對於台股，尤其是以這些高價股的這個科技股的態度會更保守。那麼高本益的 AI 題材的股票，台股的高本益比的 AI 題材的股票就會首當其衝。好，還有在第三個，我們上禮拜那一集大家有沒有看？沒有的話趕快回去看。台股上市跟上櫃的融資餘額已經超過8000億了，而且還4代同堂，房貸、車貸、信用貸款、股票再拿去質押，能貸的全部都貸，而且是貸上加貸。那麼台股的違約交割率已經創下歷史新高了，金額已經歷史新高了，所以這麼高的槓桿，這個我講的是這個現實嘛，台股現在漲到那麼高，槓桿是非常高的，一旦遇到外部的重新定價，美股的重新定價，那麼台股的股價波動會被放得更大。等於是美股接下來就要打個噴嚏，高槓桿的台股可能就重感冒。好，那麼講到這邊呢，那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來，可以記住3個日期。第一個，從7月中，也是從這個7月中開始，美股的財報季要開跑了。7月28、29號，聯準會利率決策會議。還有7月底會有美國的通膨數據，CPI 跟 PCI 的通膨數據。那麼這個美國的財報週，重點要看這些企業對於未來的財務預測，不是看它過去表現好不好，要看它未來預測好不好。再來第二個，建議大家把自己的股票打開來看，等於你的持股持倉打開來看，算一算你的持股 AI 的集中度會不會是多高？那如果你 AI 集中度很高，搞不好你投資100萬裡面80萬、90萬都跟 AI 相關的，那這個還要算入什麼？還要算入 ETF。為什麼？你現在只要隨便買一個，比如說你買0050，0050裡面44%是台積電，那也是 AI，也是 AI。所以標普的前10大成分股已經佔指數的快40%。那麼
台積電也佔市值台股市的44%啊，所以你不要以為你持有 ETF 就代表你 AI 集中度不高，好，這個是你要注意的哈。再來第二個要盯住2個重新定價的利率，第一個是美國2年期公債的殖利率，好，再來呢是 FedWatch 啊，就是這個美聯儲有個 FedWatch 的觀察表格，它升降息的幾率啊，一旦升息的幾率提高，那市場就會改定價。好，再來呢，應該要把你手上 AI 的持股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個啊就是什麼？就是真的有在賺錢的這些 AI 公司。不管是晶片啊、電力啦、基礎建設啊等等這些，這是一種。第二種還在講故事的，還在燒錢的，沒有真正賺到錢的，2種你要區分開來。那你手上如果還有這些在燒錢的，還在講故事的個股部位，你要去想一想，它萬一有比較大的股價修正，你受不受得了？好，再來呢，最後一個第5個就是要呼應我上周分享的，現在不管是美股、台股都在歷史的這個股價的高點，在股價高點加槓桿的時候就要非常小心啊！一旦價格產生重新定價的時候，又快又急啊！它搞不好不會給你反應時間，搞不好它就殺很快，然後又漲上去，結果它殺下來的時候呢，你就被抬出場，你就沒辦法撐到它再漲上去的時候，好不好？好，所以這個要注意啊，這個要注意。好，再來呢。到了我投資做公益的時間，非常感謝最左邊的 Candy 啊，然後再來是邱要捐款給這個台北市殯葬管理處，還有這個 Kevin 跟 May 啊，非常感謝這幾位響應卡爾先生我投資做公益。再來呢，還有感謝 Starkey 李先生林先生哈，響應卡爾先生我投資做公益的活動。那麼也很感謝 Eric 李啊，那麼我在這2天呢，又捐款給這個台中市的啟明重建福利協會，就是有一些長者一些老年人，他們眼睛就是視障的這個長者啊，希望能夠幫到他們。好，那麼卡爾先生呢，在這裡也呼籲大家跟我一起，我投資做公益，可以捐款給跟你有緣的這個慈善團隊，不管你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那你要加入這個活動的話，加入之後，你只要捐款、捐物資或捐出你的勞動力，你只要把收據透過 email 或 Facebook 的 message 傳給我啊，一起參加我投資做公益啊。好。再來呢，我們跟大家聊一件事情。來，很多剛認識卡爾先生，或認識我不久的朋友，可能都誤會。那就看下面很多人留言啊，還有很多的網站留言說啊，卡爾先生只會看空啊，只會什麼唱衰美股、唱衰台股啊。我跟大家報告一下，其實我自己認為我在看週期這件事情是很有一套的。我的投資哲學是，我會分享在週期的低點。好，那麼估值的低點，歷史估值的低點，值得關注，未來可能會上漲的標的。比如說，這個是我去年上半年分享的，那個時候我就講台塑集團，好，然後好死不死剛好有抓到。那你看，從去年分享到這邊，像台塑啊、台塑化、台化都有 1.8 倍，到快3倍的漲幅，我也分享到南亞科，到現在已經漲6倍。所以你說我看空嗎？沒有，但是我喜歡分享這從底部開始未來有機會起漲的股票，這個就是我的投資哲學，因為這樣風險比較小，風險比較小，這是去年的。那前幾周我也有在會員頻道，會員直播的這個形態學裡面有提到橡膠類股，你看，分享完之後，運氣也不錯，不像振興啊、南港啊、台橡啊、南地，好像都有從底部上漲。所以這個都有從底部上漲或突破區間，算是這個趨勢也有抓到，所以不要再說我看空，不要再說我只會看空而已，但是我跟大家報告一下，我是周期的專家，所以我也會分享那些在周期的高點，而且有可能做出頭部形態。所以頭部形態就是股價漲好很久之後，它可能會打出個頭部。然後不排除開始反轉向下，我也會找到這些類股或者是個股來提醒大家，讓大家自己做出投資判斷的決策，可以避開風險。所以過去這1-2周呢，我觀察到全球 AI 族群當中的記憶體族群、記憶體類股，好像有高點熄火的這個狀態了。等一下10點的這個會員
直播的形態學，我就會來講全世界的記憶體類股。不要只是看台股，你要看到全世界各地的記憶體類股，再回來看台股，要一起看。我發現好像有熄火的這個現象那麼對於這個記憶體類股有興趣的，就可以加入卡爾同學會，可以來聽一聽那麼再來呢，港股在過去一段時間大家都在漲，結果整個香港恆生指數跌了2成多那麼喜歡投資 ETF 的朋友，如果擔心今天美股台股漲太高了，風險比較高那麼港股下跌反而可能會跌出好的買點我再講一次，我沒有說很多人都亂講話說你就是看衰台股看衰美股看好陸港股，沒有我如果會看衰的話，我為什麼會跟大家分享橡膠類股台股的橡膠類股？那我為什麼這個去年會分享在底部起漲的台股所以我是週期的專家，我會喜歡分享從底部起漲，那個比較安全。漲到高點，我不喜歡分享漲到高點的股票，因為什麼？什麼時候反轉的時候，你要是來不及跑，那就會被燙到就會被燙到。好，那麼如果呢擔心美股台股漲太高風險比較高那港股下跌搞不好會跌出一些買點等一下10點的時候呢，我會分享技術形態上的觀察讓大家可以自己理解之後自己做出投資判斷的依據。好，我想今晚的分享就到這邊願世界和平，願大家健康平安財富自由，大家晚安晚安。如果覺得今天晚上的影片對您有幫助的話，請記得幫我按個讚那麼還有呢，用手機的朋友底下有個熱推的按鈕，請大家幫我按一按熱推，好不好？希望這個影片呢也請大家可以的话幫我把這個影片分享出去，希望這個影片呢能夠幫到更多的投資朋友感恩，謝謝大家，晚安。